混血孩子到底咋上国籍？这事儿老有人问我，今天跟你们唠一下。父母不一样国籍的孩子，在18岁之前可以暂领父母双边的国籍，等18岁成人的时候再做出选择。你选择了这边，另一边就立马作废。所以理论上啊是两边都行，但实际上我家张大铁呢却一个都没有，当了2年黑户。因为啥呢？孩子出生在中国不得上户口吗？我也不知道当时谁跟我说的，说上户口啊需要父母双方都在。而孩子出生时候呢，我老公身在加拿大回不来，中国这儿的户口就没办。但是身在加拿大的大胖媳妇呢是个急性的，拿着他儿子的照片就去了加拿大落户的相关部门，到那跟人说我呀有个儿子，你呢给他上个身份。人家说你儿子呢？他说在中国呢。人说那啥时候离开的加拿大呢？他说他也没来过呀，没来过呀。人说那怎么证明照片上的孩子是你儿子呢？大胖媳妇又拿出一张照片，你看照片上这人，他是我媳妇儿，他当时走的时候啊是怀着孕走的，现在生出来的这个呢，应该就是当时怀的那个，就是当时怀的那个。人家以为这人有病呢，就没给办。所以到今天之前的张大铁呢，既没中国身份，也没加拿大身份。但是现在他爸回来了，我得给他上户口，我得先去给他补办这个出生证明。我到了医院，我说你调一下这个张大铁的资料档案，人医院一查说查无此人。咋回事呢？拿铁2年前出生的时候吧，因为他出生的比预产期早太多了，我没准备好，生出来医生就说你孩子叫啥，我得赶紧录入系统。我说要不然医生您就随便写个代号吧，医生就写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写的代号是啥，所以系统也找不着。最后我跟人医生说的，他出生的几时几分，病房号是啥，费尽周折在医院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代号张彩玲之子，张彩玲之子，还有个备注，生母说先随便写个代号，然后当时还有10分钟就下班了，工作人员就说你赶紧的，你要开着出生证明，出生证明上的名就是户口名。我一着急，我说改，叫拿铁。工作人员说啥拿铁呀？我说张拿铁，啪。然后今天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孩子他爸，还有哄张拿铁的妙可蓝多奶酪棒，顶着30几度的烈日，前往了铁岭市红旗街道的户籍科。俺家大胖媳妇那真是容光焕发，就行使父亲的责任，丈夫的义务，自认为自己非常重要。结果到那儿发现根本不需要他，人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结婚证，他噌一下站起来就过去了。人家说拿回去，拿回去，闹半天不用他来，积极准备全都白费。办户口的全过程就用他2件事：一，拿铁水洒了，他拿着公安系统的拖布给人拖了一遍地；二，等的时候又热又饿，大胖媳妇打开他隔热的恒温袋，里边是一把给户主冻的奶酪棒子。俺一家就开始边等边吃。真的，爸爸妈妈们，这妙可蓝多奶酪棒，冷冻过之后，它凉但不拔牙，它奶但奶的恰到好处，这一冻简直是冰淇淋的口感。办个户口吃了半斤，我还得再囤点。办完，大胖媳妇抱着儿子回到了家，非常开心，说儿子终于有身份了，假期的时候可以带着他回到他的祖籍加拿大游玩一下。我说你等一下，你细品啊，张大铁现在民族汉族，籍贯铁岭，现在所有的身份方方面面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汉族男子张大铁啊，他不光不会说英语，他还没有加拿大身份，他不光没出过国，他还出不了国。回到我奶家，老太太挺愁，问我那挺好的孩子真叫咖啡呀？我怕老太太上火，我说不是，叫那个张举纲。我奶说啊，那还行，我寻思你们2口疯了呢。大胖媳妇很困惑，自己查词典说举纲和拿铁不是一个意思，都是石起金属。那你把拿铁改成举纲，那不白举纲，那不白举纲。齐飞，哎不可乐，咖啡。今天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2个精神男模吧。我前2天收着个小礼物嘛，最生活毛巾，让我用一下他家产品，就感受一下。我就寻思，我别光自己感受，我再找个人让他跟我一块感受。如果觉得好使的话，就可以跟我一起录个视频，就做我的 model 嘛。最后我选出这俩男模呢，一个是我发小的老公大卫，一个是我自己的老公就胖媳妇儿。这2个男模就风格很迥异啊。大卫主打腹肌能剪彩，我老公主打肚脐能填海。大卫的才艺是肱二头肌能剥蒜，我老公的才艺是嘎鸡窝里能孵蛋。大卫的体脂低的像传说，我老公的血脂高的能炸锅。大卫的爱好是和肌肉男打泰拳，我老公的爱好是和老太太臭聊闲。那么为啥他俩能同时入选这场毛巾体验秀呢？就是因为他俩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刻毛巾。因为啥呢？就洗澡特别勤，汗毛特别重，对这个毛巾的质量就颇具挑战性。本来他就爱出汗，一身戎装像毛蛋。毛蛋有个小缺憾，就是洗完擦不干。出浴毛巾至少俩，一个南征一北战。就一般毛巾如果不咋吸水的，那根本 hold 不住。但是这个最生活毛巾是做到了，就一条毛巾轻松解决了这俩毛蛋。再一个呢，就如果这毛巾干的不快也不行。大卫啥样我不知道，就我老公哈，就以前有一次跟我回东北回铁岭，在我妈那儿住2礼拜，完了走了以后，我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妈呀干啥呢？我妈说的，我准备把你老公用过的那毛巾我全给他烧了，全给他烧了。全家一股羊圈味儿，你找的是啥玩意儿啊？这太膻了，味儿太复杂了。咱家现在这毛巾能辣眼睛，加烟能驱小妖风，加面能练羊肝羹，太邪乎了这味儿。但这最生活确实解决了这个羊肝羹的问题，吸的快，干的快，擦完一晾就干了，干的快更卫生，
常州面料四春风。你看我男模大卫，正经喜欢这毛巾呢，走哪都带着，健身也拽着。为啥这个毛巾质量这么抗打呢？因为人家毛巾哥朱志军他就做毛巾。然后我就是收着这毛巾以后，我不得查这些毛巾背后的故事吗？就啥公司啥领导不能逮啥都种草。反正我就看这毛巾哥创业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确实就撞击了我残破的小灵魂吧，就是他在专做毛巾之前吧，也曾经就是投资各种项目，就各种尝试，想让自己品牌底下的所有产品都畅销，但是呢就是各种受挫，各种赔。后来呢就北上去找雷布斯，雷布斯当时说的呢，你这东西还都挺好的，但是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雷布斯这随便一问，就咔嚓就点醒了毛巾哥，就一下子那一刻就顿悟了，就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了，就是目标不够专注，完回去人挥刀就自宫了，就别的咔咔咔全砍了，就整毛巾，就死磕这一个事儿，就终于知道自己要干啥了，最后干大发了嘛。完我就寻思雷总这句话就是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就彩铃版本就是你到底是干啥的？我跟你说这句话一般人回答不上来呢，你到底是干啥的？你说这滚滚红尘之中，卖包子的看卖龙虾的利润高，卖龙虾的看卖包子的更热销，上班的看创业的有火苗，创业的看上班的有空调，学文的看学理的毕了业就造火箭，学理的看学文的录个视频能变现。就你到底是干啥的？就这个问题我确实是30年没咋活明白，就一直是东张西望，踉踉跄跄，西边一爬东边一望。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逐渐清晰了，就是我就是录抖音跟你唠嗑的。你看这事咋样？这么办行不？外国人的婚姻到底有多脆弱？一个驴肉火烧就出轨了。我婆婆和我公公不是来中国了吗？张家铁这2天一直属于一个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在澳大上学，大胖雪儿学校这2天有事儿，张家铁一个人在家陪寝，语言不通也就算了，吃的可遭老罪了。早饭拔凉三明治，午饭拔凉三明治。Yummy。我想喝酒。酒。 What is he saying? Well, joke means drink alcohol. 10 o'clock is too early to drink alcohol. Bad boy. 我咋就败这个呢？咋就败这个呢？温蒂他就这样，他只吃那种最简单、最无趣的白人饭。我们想出去品尝啥美食，他都不敢吃，就显得他这个人吧有点隔路。所以他这次带着他老伴布莱恩来，是希望有个队友。他都跟布莱恩说了，到时候你捍卫一下我，让他们看到不是我故意搞特殊，咱们都这样。结果布莱恩呢坚守战线不到24小时，叛变了。大胖媳妇回家带着6个驴肉火烧，布莱恩很好奇，说：“哎呀，闻着挺香啊，这玩意儿啥呀？”大胖媳妇说：“驴肉三明治。”布莱恩吓一跳，布莱恩嘴上说不吃，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但是温蒂不吃啊，这时候温蒂瞪了布莱恩一眼，布莱恩被震慑了一下子，说：“驴我就先不吃了。” What? 香迷糊了。 Oh my goodness. 一个多碗去香米糊，一个多碗去香米糊。布莱恩确实也想香迷糊，趁温蒂一走，他就叛变了。吃完，大胖媳妇问他爸：“现在吃一头驴这个事儿，你还不能接受吗？”布莱恩说：“吃一头驴我还是不能接受。” I could eat 10. 大胖媳妇和张铁发现布莱恩孺子可教，一起给布莱恩安利。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缤纷吗？中国的美食遍布在各个小街小巷，那些看着破烂似的小饭店里。你愿意跟着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吗？你愿意吗？ Do you? Do you? Yes, I do. Do you? Yes, I do. Yes, I do. 于是这3个男人一拍即合，开启了中国美食探索之旅，把温蒂一个人留在了家。温蒂这吃的适应不了，来干的地方脸也泛红，老蹭我的施乐肤 C 霜。北京和东北冬天都干，就它能一整天保湿，干燥泛红都解决。出门不用想那么多，带 C 霜就够了。这么一大罐子，没酒精没香精，全家都能用。温蒂都知道这牌子，在加拿大可火了。布莱恩太爽了，他3小时内挑战了糖葫芦、烤鸭、低头、低屁股、茧蛹的等中国美食。我说布莱恩，你叛变了，温蒂不生气吗？布莱恩说：“我就叛了，怎么地吧？”布莱恩吃了1天，回来温蒂炸毛了，跟布莱恩一顿输出。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你的立场应该是跟我一样，没想到你来了，你就和他们一起孤立我。哇哇哇！温蒂至少说了20分钟，布莱恩就冲温蒂笑。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我瞅他，我就觉得不对呀。这次见布莱恩，他咋这么聋呢？我知道他耳聋非常严重，但是他们医院给他配了一个非常好的助听器。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助听器不是说可好用了吗？布莱恩说好用啊，但是我根本就没充电，我说那没电的助听器，那不就是一对耳塞吗？那不更听不着了吗？布莱恩说对呀，你还是结婚时间短，这玩意儿就是要不再见听力，要不再见爱人。